2月的下半个月真的是非常频繁的跟大家见面啊！Hello， 大家好，我是双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努比亚刚刚发布的 Z40 Pro 啊，我手里的这一台 Z 系列的最新旗舰机型啊。实话讲，我们这次拿到机型的时间可能稍微短一些，但是在影像方面，我们非常明确的能够感知到努比亚想做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在这台机上也确实发挥了不少。不过今天小白测评 Z40 Pro 马上开始。包装盒方面呢，一个大的 Z40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镜头元素啊，给你画了一个红圈，也强调了这次它是以影像为主的。我们前期拿的这个包装版本呢，里边只有双 C 口的数据线啊，没有充电头，不知道它最后量产版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啊，反正这次是80瓦的充电。OK， 首先外观 ID 方面啊，我们内部小伙伴先拿到这台手机，包括我自己一上手的感觉，手感还不错，因为它这次后背的磨砂工艺颗粒感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指纹出现，这个摸起来的时候确实挺有手感的啊，男生应该会格外喜欢一些。然后它后背呢，为了保持精致感，在镜头侧边也给你加入了一个这种类似于比较大视窗的这样一个设计，感觉这种是比较流行嘛，做的很多啊。这个镜头模组呢，在凸起第一层的情况下呢，主镜又有一个第二层的凸起，因为这次它和索尼专门定制了一颗等效35毫米的 IMX787这个镜头，后面我们会有实测35毫米啊，这旁边给你写上了，而且它也延续了努比亚一贯的 ID 设计风格，也就是类似于把一个圆柱给你拍扁了，两侧呢是非常圆滑的过渡，毕竟是 Pro 了嘛，也是旗舰机定位，所以工艺还有各种细节方面做的都非常不错。顶部和底部呢，它是有内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啊，也是全部做平的啊。最近手不抖啊，身体没有被掏空。也都没啥问题。正面这块微曲屏幕呢也非常的克制，这个视觉影响的面积呢是非常小的。指纹解锁的位置也是比较合理，并没有特别靠下，速度方面也都 OK。边框上面它是一个3边不等宽的设计，就是两侧是一个尺寸，顶部要稍微的窄一点，然后下巴要稍微的宽一点。这种圆柱形的设计保持了非常好的握持感啊，但是在正面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它的 R 角有点怪，就是里边是圆的，然后顶部是一个尖尖的90度直角，见仁见智啊。这个 ID 设计满分10分，你给几分呢？屏幕方面是一个1080P 的类钻排屏幕，它最高呢是支持到144赫兹，没上2K， 而且这次它给你加入了一个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所以续航方面比较期待，后面有实测，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重量只有199克。之前我们就说过，内部结构设计和堆叠方面，这老牌厂商还是有2把刷子的啊。前面发布的都是偏游戏向的手机，我在拿上这台的时候，确实感觉轻了不少啊。不过它的厚度方面呢，8.46啊，毕竟电池这么大了嘛，还是有一些厚度的啊。影像 ID 方面最突出的就是这颗定制的 IMX787，具体参数打出来，这3颗没有一个拉胯的啊。长焦镜头3.5倍800万，在今年很多机型，甚至很多旗舰机型啊，应该说是长焦泯没元年。在软件方面也玩了不少花活，但一切都要看。在摄影中，大家都知道，焦距数值越小，视角越广；数值越大，拍的就更远。30到50毫米的焦段更接近人眼。相比于广角镜头，畸变也会更少。努比亚这颗定制的主摄刚用起来的时候，你总感觉它有点小长焦的味道。真正点开了3.5倍的长焦，就会感觉哇，好远啊！本身是35毫米的主摄，再乘以3.5倍，几乎快要赶上其他家5倍的距离了。主观上觉得这个镜头更加适合拍有深邃的街景啊，又有人物的场景，还能避免过多的场景元素，使得照片更加有沉浸感。白天的情况下，大旗舰都是神仙打架，感觉都差不太多。iPhone 的主摄成片曝光相对要稍亮一些，但是这个锐化啊一言难尽。OPPO 还是出厂就给你处理，这颜色偏浓艳一些，这个人脸皮肤有的时候会偏红偏粉一点啊，有点自带美颜的感觉，看个人喜好了。努比亚的主摄表现相比起来比较稳定啊，抓拍不容易糊，但长焦只有800万啊，这解析力不太够用，进光量也比较一般。夜晚的样当中，努比亚纯净度、噪点控制都不错，但我们填的版本偶尔会发生戴着口罩识别到人脸也对不上焦的问题啊。考虑到是工程机，可能后续还会有升级优化啊。我们通过查看 EXF 信息，努比亚的长焦光圈只有 f3.4啊，这个确实很小了啊，解析度不足，加上光圈进光量太小，在晚上能够上场发挥的机会不大。有 iPhone 这种光线不够就直接不启用长焦，直接用主摄给你裁切，等你拍完之后才发现原来是主摄裁切的。苹果用户碰到过这种情况的，请扣1啊。
这次努比亚主推的人文街拍中更加强调35毫米焦段的拍摄，并且还能固定设置滤镜和对焦距离，胶片滤镜配合胶卷颗粒效果，相比于拍摄后再去调整要更加方便一些，所见即所得嘛。总体评价，努比亚在影像部分它很适合拍人，好取景，机变小，利用一段时间掌握拍摄与被拍摄者的距离和构图，出片率还是挺高的。超广和长焦再对比一下这颗定制的主摄来说，有点黯然失色啊，很多功能都只能在主摄下进行，更容易忘记这2颗镜头的存在。但这次努比亚能保留一个3.5倍的800万，还算是不错了。当然，在前期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比如说镜头切换失效、HDR 色彩不对等等问题，我们汇总反馈给了努比亚。努比亚的工程师也很给力啊，连夜修复，给我们推送了新版，解决了上面这些成像问题，还有菜单卡顿等一些小问题，希望后期量产的时候也都一并能够解决了。真的不要辜负了这颗定制主摄的表现啊！相机的软件方面也有几个可玩性不错的功能，比如说拍星空、拍星轨、车轨希柯克等等。iOS 里面的攀登者解锁啊，挺有意思的啊。在息屏会根据每天的步行记录计算出我等同于爬了哪座山啊，还会在解锁上展示出相应山的风景图啊。不过目前开启了攀登者息屏显示之后，这壁纸也会变成山峰的壁纸，你不能再单独设置，不是太引人性化。所幸是工程师告诉我们后期会改进，我就只想要这个息屏啊，但我还想要自己的壁纸嘛。在主界面上，它也有2套桌面空间切换，不管是默认的桌面方式，还是大小组件混合的方式，感觉都和橘子比较像。负1流光屏这个界面还是挺好看的啊，也挺实用啊，可以展示各类服务咨询、快递、出行小组件等等等等。性能方面依旧是851的这一套组合啊，最高呢是16加上1TB的版本啊，因为这台机器相对来说做的比较轻啊，没到200克，所以说在性能释放和散热方面，我们得着重看一看。8阵1的跑分大家已经看过不少了，目前几家都是差不多的水平。3D Mark 10297，娱乐拓103万加 ，Geekbench 5单核1195，多核3600。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下剩余了59%，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6%。这块大电池特到死，一共耗时5小时22分钟16秒。非常精确啊，记得给我们点个赞。至于80瓦的充电，我们并没有拿到充电头，我们这里使用的是红魔165瓦进行的测试，10分钟充到37%，30分钟充到87%，前台充满花了41分钟35秒，完全充满用时52分钟20秒。低负载王者荣耀59.8帧啊，基本满帧，这个2.9瓦的功耗表现是差不多，和明星90帧，平均帧率87.3，最高温度43.9摄氏度，温度不高，但是有一定波动。高负载原神，平均帧率55.1帧，波动41.1，最高温度也就到了46.7摄氏度。相比于自家红魔，努比亚优先选择了控制功耗和温度，6瓦的平均功耗在55帧面前还算是 OK 吧。不过相对于红魔那种极限啊，表现还是要相对差了一些。但考虑到还是工程版本，努比亚后续应该还有一些进步空间，比如稍微提升一点功耗啊，带来更好的帧率稳定性。毕竟帧率波动比较大，就感觉像开车一样啊，一脚油门一脚刹啊，打起游戏来比较难受。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在系统优化上还有一定问题，例如滑不出后台、点击 APP 卡死等情况，所以这个环节直接就没出什么有效成绩。简单总结，如果不看应用打开的话，8阵1梯队里边非游戏手机中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水平了，温控和功耗都还算 OK。但重要的是系统各方面体验还有一定的优化和调教空间。如果它后面再出了改进的系统版本之后，我们在各个平台跟进其他方面的成绩。其他的细节方面呢 ，NFC、XO 的震动马达这些都有，但是呢，它没有无线充电啊，它也没有防水防尘，这个需要你注意一下。然后接口方面是值得点赞的啊，底部的这个 Type-C 接口是3.1的，传输速度会比较快。OK， 简单总结，首先就是 ID 工艺方面，毕竟是老牌旗舰了嘛，所以各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做的机器还是比较精致的。在配置方面呢，有一些地方并没有拉得那么满，当然我现在还不知道价格啊，你看到视频应该已经知道了，可以走波弹幕。如果价格没有那么高的话，它明显是偏向于影像啊，或者说录像的一个旗舰机型。值得点赞的点呢，就是它在199克啊，不是特别厚的情况下，给你塞入了5000毫安时的电池，绿电能力值得点赞。大家在线上看到的消息或者说声量呢，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大啊。前2年也确实是品牌蛰伏期，但是慢慢的啊，在这2年就会回到大家的主流视野，也算是欢迎努比亚，欢迎中兴细软，因为市场竞争越激烈啊，用户就可以拿到性价比更高或者说更新颖的产品，也能给前面比较稳的厂商一些压力。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后续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把它的所有数据更新到小白测评的微信数据库里面，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我是李典，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